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17号结束对俄罗斯的访问，乘坐专列离开。俄罗斯驻朝鲜大使马采戈拉表示，金正恩对此次访俄之行表示满意。前后6天的行程里，金正恩在俄密集参观了航天发射场、飞机制造厂、太平洋舰队司令部等。韩国媒体认为，俄朝军事合作的意味非常浓，也超出了韩国的预料。 不过，尽管两国有各种友好互动，但并没有签署任何军事合作协议。在俄罗斯滨海边疆区的阿尔乔姆火车站，俄方官员为结束访俄的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送行，目送其装甲列车驶离车站。俄新社称，从阿尔乔姆到朝鲜边境的哈桑火车站距离超过200公里，乘坐火车需要几个小时。 此前，外界预计金正恩将于16号回国，但他在俄罗斯的行程延长至6天。外界注意到，多出来的1天行程较为轻松。16号晚，金正恩前往海参崴市一家歌剧院观看俄罗斯的著名芭蕾舞剧《睡美人》。一般说，领导人出访呢都是有固定的这个行程，双方都要拟定这个目标。 那么，金正恩委员长这一次呢访问行程原本就不是非常的明确，那么这一次又开始延长，那说明一个问题，就是金正恩委员长对这次访问他是非常满意的。金正恩委员长这一次延长访问，也是展示了他对俄罗斯关系的这种重视，希望能够进一步的提升韩俄关系的这种发展水平。 17号，金正恩参观了俄罗斯远东联邦大学。远东联邦大学是该国最权威的朝鲜半岛问题研究中心之一。目前有450名俄罗斯人在此学习朝鲜语言和文化。该大学现有43名朝鲜学生。上周，东方经济论坛在这所大学举办。随后，金正恩参观了滨海海洋馆，观看了海洋动物表演。 据俄媒透露，滨海边疆区在向朝鲜代表团展示当地生产的军需品时，将1件防弹衣和6架遥控无人机作为礼物赠送给了金正恩。俄罗斯驻朝鲜大使马采戈拉表示，金正恩对此次访俄之行表示满意。访问行程表明，朝鲜对与俄罗斯的合作感兴趣，而远东联邦区则是其计划的核心。 但外界认为，金正恩这次访俄密集参观俄军设施是重头戏。16号，他参观了俄空天军现代化航空装备及太平洋舰队护卫舰。值得一提的是，金正恩抵达海参崴市克涅维奇机场时，由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在机场迎接。金正恩还受到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团仪仗队的欢迎。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团仪仗队经常参加俄罗斯军队级的庆典仪式阅兵，在国家级的重大国务活动中也担负礼宾和警卫任务。尤其是每年的胜利日阅兵期间，更是俄军出境频率最高的部队之一。 检阅完仪仗队之后，金正恩在机场参观了俄空天军现代化航空装备，其中包括图160战略轰炸机、图95MS 战略轰炸机和图22M3远程超音速轰炸机。俄方介绍，这些战机是俄罗斯战略核力量的组成部分。俄罗斯远程航空兵司令谢尔盖·科比拉什还向金正恩介绍了匕首高超音速导弹系统的性能、飞行技术参数和可靠性。 일본에서 모스크바에서 일본 가지 갈 수 있습니다. Это ракеты, 12 ракет, каждая дальность на 6000. 深圳卫视记者了解到，匕首导弹是全球最先投入实战的高超音速武器。它用空射模式，由俄军米格31K 战斗机携带，射程超过2000公里。 匕首高超音速导弹此前已多次投入俄乌战事。今年5月，乌克兰方面曾宣称利用美制爱国者系统成功拦截多枚匕首导弹，但俄方坚称基辅方面的拦截声明是敌人宣传的一部分，现代防空系统无法拦截匕首导弹。 当天稍晚时候，金正恩与绍伊古前往海参崴军港，登上俄太平洋舰队沙波什尼科夫元帅号护卫舰，参观了护卫舰的导弹系统和火炮装置。俄罗斯海军总司令叶夫梅诺夫海军上将介绍了该舰的特点。俄方还强调了口径导弹和锆石导弹的性能。С этого года он уже пойдет серийное производство, идет уже серийное производство.
沙波什尼科夫元帅号护卫舰是俄罗斯太平洋舰队的明星舰，它于1986年开始服役，其后经过多次升级，最后一次升级是在2021年，配备了3S-14型通用舰载发射系统，可发射睾玛瑙超音速巡航导弹、口径 NK 巡航导弹或锆石膏超音速导弹。俄方对金正恩强调，沙波什尼科夫元帅号护卫舰曾到美国夏威夷附近执行任务。参观完后，金正恩在贵宾簿上留言：“守住正义与和平的胜利航迹永垂不朽，向太平洋舰队致敬，并获赠一个军舰模型。”金正恩委员长他重点访问了这个俄罗斯方面的先进的战略武器而且还携带了整个几乎是军方的高层去随行访问俄罗斯。也反映了朝鲜方面呢想进一步发展它的一个先进战略武器。通过这种展示，也是向美国方面表示，俄国有具有重大的战略的力量，并没有得到削弱。那么它可以在乌克兰方面，还有包括在东北亚方面，同时可以展示这种战略武器，对美国形成有效的这个军事遏制。朝中社17号发布的新闻稿称，金正恩与绍伊古讨论了加强国防合作的实际问题。谈话期间，两人就进一步加强朝俄两国武装力量和国防安全领域战略战术协同合作与相互交流的务实问题交换了建设性意见。尽管俄朝之间近几天发生各种友好互动，双方都否认签署了任何军事合作协议。美国《纽约时报》注意到一个现象，那就是最近几个月，美俄双方都在向朝鲜半岛南北双方分别寻求弹药支持。该报写道，70年前，美国和莫斯科介入朝鲜战争时，大量来自华盛顿和莫斯科的武器和援助涌入朝鲜半岛。如今，历史出现了宿命的反转，俄罗斯和美国正在寻找各自在朝鲜半岛的盟友来提供急需的武器弹药。这两个大国已再次发生对峙，这次是在位于地球另一端的乌克兰。纽约时报的报道还指出，由于俄乌冲突双方的炮弹生产跟不上消耗的速度，对炮弹的需求尤其旺盛。韩国和美国的官员们一直对韩国已向美国提供了多少炮弹守口如瓶，韩国政府对有关本国武器库存的信息也守口如瓶。但最近的新闻报道显示，韩国已向美军出售或出借了至少数十万枚炮弹。莫斯科也多次警告首尔不要向乌军提供弹药支持，但韩国总统尹锡悦下令向美国供应炮弹，并将美国指定为这些炮弹的终端用户。这实际上是将这些弹药流向哪里的决定权交给了美国。实际上，对于金正恩访问俄罗斯，最紧张的是韩国。不少韩国媒体把新冷战放到了相关评述的标题上。俄朝领导人会晤后，美日韩三国接连进行警告，措辞和对抗色彩寓意强烈。美韩15号警告俄朝必将为双边军事合作付出代价。实际上，对于金正恩此次访俄，美国光警告就进行过不下6次。但对于这些所谓的强烈警告，华盛顿的智库史丁生中心的高级研究员珍妮汤直言，美国目前对朝鲜没有任何影响力。他分析说，我们可以实施更多制裁，加紧封锁，但我们不能阻止朝鲜与其他国家建立平等关系，尤其是当我们自己与他没有关系时。美日韩对俄朝的施压和围堵呢，实际上已经到了一个非常激烈的程度，也就是说，他们对他们挤压和战略围堵和封锁呢，已经到了无所不用其极，到了一个战略几乎耗尽他们的战略手段。那么对于俄朝之间的合作，他们这个反击的增强，实际上是美日韩方面实际上是可能所能采取的措施是不多的，这也导致美韩和美日韩之间双方呢非常的紧张。金正恩访俄结束，朝俄双方均否认签署了军事合作协议，那这也是美韩等国与北约最忌讳的一点。那您对此怎么看呢？金正恩到俄罗斯远东地区访问，不仅与普京总统会面，而且在俄罗斯方丈绍伊古的陪同下，参观了战略轰炸机、超高音速导弹及太平洋舰队基地。用西方人的话说呢，就是俄罗斯让金正恩看到了俄罗斯先进武器的最深处，完全当成了自家人。这种亲密关系，至少是访问行程中所表现出的毫不保留，让美国和北约特别担心朝俄会有军事合作，比如说朝鲜用存储的炮弹来换取俄方的先进武器或者是技术。朝鲜的武器系统是需要更新，而俄罗斯需要朝鲜的弹药来应对乌克兰战场，彼此都有需求。
美国和北约呢，之所以担心朝俄军事合作，是因为他们呢对乌克兰的武器装备和弹药援助已经到了极限。乌克兰多次抱怨对俄军事反攻不利，主要呢是美西方没有提供足够的武器弹药。北约也承认，俄乌军事冲突将是持久战，非常担心朝鲜要是对俄提供弹药，那么乌克兰战争呢便遥遥无期。首先撑不住的恐怕是乌克兰，是北约和美国。北约秘书长呢已经向乌克兰发出通牒式的警告，说如果乌方停止战斗，乌克兰将不复存在，俨然呢有种威胁加杜战的意味，把乌军呢往死亡壕沟里推。那么朝俄会不会进行实际的军事合作呢？金正恩呢在与绍伊古的会谈中说，双方讨论了加强国防合作的实际问题，这似乎意味着呢有军事合作，但是呢在哪些方面合作，怎样合作不会马上说明，这无形中增加了美国和北约的焦虑。